我用60天改造复活了这辆本田 CB750，记录了它的重生过程。不甩出一张照片，可能很多老铁都不知道原本车是什么样。没错，这车不知道被哪任车主改成了这样。对于我来说，只要发动机没问题，什么样都无所谓。然而，装车后发现发动机是缺缸状态。先换个油箱，这车我做成咖啡风格。首先解决这个光 line 骨线，先把副车架割掉。原车的副车架位置太低了，还上翘。我想做个标准的咖啡，还用这个副车架切割改一下。与其重新做，不如用原车的。调整到水平位置，焊接上就行了。从那个有山有水的年代，玩车过来的老铁都应该了解这款车。改造这辆车，我只是让它换个风格当摆件，也是为了纪念一下那个年代的纯粹热爱。装上油箱和车座，遮光 line 弧线算是做完了。再焊个油箱支架，上一期露营小车上割掉的油箱支架改一下，正好能用。再做个油箱固定后支架，也可以让车座前端卡在上面。做车座全部都固定，找好位置焊接。这款车座通风尾不是上翘的，把尾部 U 型管也掰上去，让它与车风的角度一样。把后脚踏割掉，没什么用了，已经是单座了。现在调车不缺缸，原因是之前钢线插错了。把排气管拆掉，用洁厕灵清洗一下积碳。之前缺缸没有燃烧的汽油都排到排气管里，附着在积碳上，导致排气冒蓝烟。换掉大灯，这款是传祺 W650的，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符合咖啡风格。原来的大灯支架长度不够，用不锈钢板做一段，后期打磨抛光就行了。用铝棒做个仪表外壳，这么大一个铝棒，车窗掏的只剩一个外壳，属实有点心疼。再切割一个仪表支架，装车看一下位置，我觉得比较大，你们觉得呢？再做个后尾灯支架，用激光切割成本比较高，自己画线切割，打个弯砖口子。装上看一下效果，打磨抛光。买了一个头罩，感觉这款头罩更咖啡一些，还得重新做头罩的支架。之前做的大灯支架不能用了，改车往往是计划随时变。说到计划，我第一次模拟出发前几个人开会，计划的是天黑不骑，下雨不骑，不跑高速，只跑国道。结果模拟的第一天晚上，我们就在高速上冒着雨跑灯，而且统一达成了默契。之后谁也没有再提起出发前的计划。这款头罩是通用的，车架得根据车型设计，先做下支撑，点焊固定位置，再拆下来满焊，再做个大灯支架。这款大灯找了一大圈，感觉很不容易配的，最后发现基因125的竟然很合适。再用不锈钢棒做个头罩后支撑，加热掰出角。焊上螺丝孔位，打孔固定，再做个风挡的支撑。我不清楚别人是怎么改的，我觉得这样会结实一些。印象里以前80、90年代的老跑车都是这样规定风挡。打磨抛光，这个深键竖直的支架就算做完了，感觉整辆车就差对齐了。把仪表支架装上，顺手把支架也抛光一下。接下来做挡杆套件。为什么说是套件呢？这车原来的挡杆就是那么一根挡杆，前车主升高了脚踏，原车的换挡机构不能用了，然后简单粗暴的装了一个挡杆上去。虽然挺省事儿，但是调档有点费劲，所以干脆做了一套换挡机构。为了让出可以活动的位置，拉杆还得加热掰弯，装上试一下，没问题了。
装上挂挡头，就这么一个挂挡机构，让我想起了初中物理老师。再换一对排气尾段，我挺喜欢镀铬的排气，只是这车的排气前段是黑色的，所以尾段也用黑色，前后保持一致嘛。接下来就是切割对接，这个尾段好像是 CM300，有了解的老铁，咱们评论区告知一下。我挺喜欢这款排气，复古的喇叭造型还是椭圆的，之前割掉的后脚踏再废物利用一些，做成排气尾段的固定支架，割掉多余的部分，焊上就行了。这个油冷器算是战损把，虽然没有漏油，散热片也都是支棱起来，但是很旧，再囤积翻新，担心会影响散热，干脆用不锈钢板做个外罩。对于这种老车老件，有时候也挺纠结。新的是买不到，换个别的款呢还要换油管。这个护罩的外形敲出来了，切割打孔，让尽量多的风能吹过去。还好这款车设计的带一个电子风扇，而且启动后风扇长转。再切出热冷器的装风面。对于我这种手欠的选手，我挺喜欢秀秀如新，装上不锈钢网，打一下砂石。其实我觉得美观的作用更大。抛光安装，热冷器护罩就做完了，再做个中电挡板。这个位置隐藏安装点火器那些电器件，全车财产翻新。从那个年代玩过来的老铁，大概都绕不过本田这个系列。CP750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直列4缸发动机的车型，在当时就能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的极速。我这款是后期车型，也是市面上见的最多的。记得当年有位大佬骑的是 CB130，那种自豪感怎么形容呢？这么说吧，骑在路上那都是用鼻孔看路的。青春丝盖做抛光处理，我比较喜欢金属本色。接下来喷车漆，先喷银色底漆，贴上遮挡线条当做点缀。这辆车上一次重生应该是在石头镇，我个人比较偏爱红色车漆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这辆车基本翻新完了，接下来装车让它重生。